某奉检校司空、右卫大将军、内阳马步军都指挥使至台州军府事九郎军军命，接掌临海、宁海、黄岩、台兴、永安5县兵权节度。自此刻起，台州守捉10司以下没有某的将令，一兵一卒不得擅调。违令者，斩！陆都头，这不合规矩啊！曹守卓，某是副都头，不是都头。忠顺都的都头只有一个，便是九郎军。这州郡兵马皆归州衙司马节度。陆都头，你带兵营夜入营，既无勘核之符令，也没有卫司马的亲笔书函，只拿着这一张不知是真是假的郎君手令，便要夺这一州之兵权，这不是换防，这是谋反。此刀是先武司王旧物，九郎君亲手赐予某家。曹守卓可认得？任你一张嘴去说，谁知是真是假？别动！都别动！还有谁不知道是真是假？还在！愿遵都头将令。愿遵都头将令。副都头。这16名州县官吏属左，悉数罢了。州兵48个队，一共48个队头，共1332人，兵策令箭俱交接明白。多少人？1332人。2000的兵饷让曹阳这小子吃了一小半，活该他死。我和48个弟兄下到队中去做监军，对头落瓜子了，莫要与他废话，直接砍了接掌兵权。诺。剩下16个是中军之上。好。自此刻起，台州的兵马丁壮，务要牢牢握在都头和铁骑手中。愿为九郎君效死。末将缴令。差事都办妥当了。州兵1331名，丁壮服役1826名，皆由末将及忠顺都诸位虞候接掌。你调了多少人？可靠的人有多少？末将调了200中军，由16名忠顺都弟兄率领，现在州衙之外听令。拿着州府的公文，去将魏伦家抄了。末将领命。不得私藏财物，不得侮辱女眷，违令者斩。诺。葛强，下官在。葛家那里，你去吧。下官领命。一个都别放过！上！这是干什么？这是狗血狂贼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儿子，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胆！尔等是什么人？放开！温柔了。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松开！这牙长出来了。你是葛强？
劳烦你去后面，去跟二房的老太公和老太君说一声，就说当年被他们赶出去的五房野种回来了。自今日起，这便是你的台州了。也不知道今天这场大会，九郎君到底是何章程？不管是什么章程，咱们接着便是。今日就是要让他知道，他想要做事情，撇开了咱们这些人，台州五县，没几个人肯理会他。他这个知州变成了空架子。话虽这么说，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，总觉得要出什么事。哼！参见大王。今日上元之节，大王有教，功臣堂赐宴，与诸卿同庆。谢大王。古闻管子有云：“天行其所行，而万物备其力。”特颁明教，与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之台州市前洪处所请，置博弈务于台州，拜洪处台州刺史，提举博弈务促商路，广财货，恤民生。10担以下州级免往来赋税3年；10担以上、100担以下州级20税1；100担以上州级10税1。即前洪处任笔，恪尽职守，勉力躬行，以惠商贾，体孤致义，往成无为。主者施行。大王，海船之力颇厚，国中资用无有其疑。杭州博弈务开市多年，皆以11为税。张安通港恩惠过甚，海商为利所趋，彼处兴，则此处损。台州增益1分，则杭越之地便减损1分。长此以往，恐伤王都所书，累及国家财用。胡灵公，臣在。孤德三军可还稳便？大王恩德所及，责备诸臣，三军将士干不消犬马之劳。袁相公，
朝中诸卿绝路奉了，可曾有所拖欠？自从先武肃王开国以来，40年间，朝廷未尝拖欠任何一名官吏一钱俸禄，一粒粮米。只要诸君不造反，百官不生怨，王城之内少收几成商税，想必不致动摇朝廷根本。大王恕罪，臣总理朝廷度制，赋税之事，乃职守本分，故不得不提，不敢不提。孤知道，于上书定是出于公心，故蒙祖宗印币垂至东南，绝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。先有蓄力征量之恶，后逢豪强并土之灾，是故德薄之故也。臣等有罪。天子将东南托付于孤，孤可以负天子，却不能负黎民，不能负祖宗。泰州通港一事就这么定了。这是我钱家欠泰州父老的。好消息！好消息！九郎军绝命，瀛海通港了！瀛海通港了！右卫大将军，开祖仪同三司，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之台州市九郎军，传大王王教，于宁海张安港设博弈物，促商路，广财货，恤民生，10担以下州籍免往来赋税3年，10担以上、100担以下州籍20税1，100担以上州籍10税1。魏大人，魏大人，魏大人，葛大人，葛大人。下官台州司马魏伦参见九郎君。下官台州文学葛延平参见九郎君。把礼单抬上去。抬上去。拿下！这，九郎君，这是何意啊？会稽卫士，800年的郡望豪门，世代高官厚禄，田土纵横阡陌，可你却犹嫌不足，还聚敛声势。台州5县贫户饥无隔夜之粮，税赋钱粮朝廷免了，可尔等却是不免。王教恩惠不能给予百姓，却肥了尔等这些贪暴强梁。本官奉王教出知台州，正是为尔等而来。九郎君，这是要杀富济贫吗？你若不犯王法，纵然本官金节在手，又岂能诛无罪之人啊？
九郎君，下官冤枉啊！鲍仆子的后人，居然吃绝户，也是出息了。我乃朝廷的台州司马，你不过是知州，不奉王教，没有相府札文，你只能参我，不能杀我。也对，也对。此处毕竟不是军中，本官虽为大王亲弟，亦不能枉法杀人。那就扒了袍子，给我打！哎，九郎君，哎，放开！放开我！九郎君示意，打多少？只管打。九郎君，上官知错了，不要杀我！领郎君2人均已杖毙。抬下去！诸位，并非是本官非要与他2人过不去。我奉王教来台州，为的乃是兴王道之名，纾民生之困。兴业发财之事，官府素来是不能与民争利的，故此民间买卖田土，只要严守法度，朝廷向来是不问的。只是诸君，你们要知道啊，万事皆有度。若是违法行事，以借贷买卖之名行肆意兼并之实，钱财田土归了你们自家，可百姓的怨恨却归诸朝廷。逼反了这一方圆圆，到时候玉石俱焚，那死的可就未必是这1、2个贪官恶吏了。本官10日前传牒5县，请曾在台州营田司签了宝契的各家来赴今日这上元之会。营田司里有218份宝契存单，可如今只来了你们这些人。也罢，客不来，莫强求。既然来了的，你我便是有缘人。诸君，请入座吧。大王，来，喝点水。七郎君啊，大王已经3日未曾安寝了，每日就连半碗饭也用不了。这长此以往，这还怎么得了？多嘴。王兄还是早些安歇了吧。朝廷政务有袁相公和臣弟勉力支应，王兄便是辍朝几日，也不会误了国事。南塔那边定下的月款，礼部还是没有回奏。礼部的意思是，向查文辉降将放兵，2国在润州一线罢兵。王兄，王兄，庞同志，愣着干嘛？传统永远一个。到，王兄，快传！王兄。
这么被杖毙当场。这位郎君也太过肆意妄为了。人家是皇帝，妄为了，你能奈他何？只是要逼着咱们这些人跳海不成，就不该听家里那些人物聒噪。明知是鸿门宴，还来自投罗网。那些大户怎么都没来？咱们小门小户，全族的土地加在一起也不过30-50顷，早知道就不来了。胳膊如何能领得过大腿？是啊，怕不是要将咱们一起所拿了去问罪，却不知能不能赎。禀告九郎君，黄龙社多艘商船驶来，正入港候泊。哎呀，我此番可算是偷了这2艘船出来。若真娘子诓了我，此番回去，我定是腿都要被我家阿爹打断了。蒋三郎，你与你阿爹第一遭来我们岛上的时候，上来就跟阿佑打架，那时候还算有点志气，现在怎么没胆了？那能一样吗？这2条船原本是要运蜜色瑶去扶桑的，如今被我调出来运了这些不值钱的稻米，这一进一出，最少没了3-5万银券的利益。我不过3-5年间没在海上行走，连你都敢诓我了，一张口，什么胡话都敢说得出来。你可不要坑我阿姐啊！蜜色窑，上林湖那几家窑口，一年总共才多少出息？你这一上来2艘船的量。再说了，回至建岳，把东西卖到扶桑，以后你还想不想跟我们吴越有往来了？哟，你们吴越？哎呀，我乱说的，阿姐，莫气。原本呢，运的是团茶，满打满算能有个3-5千的利便不错了。使君，稻米50万斛，皆已运抵本港。好，回去帮忙啦。